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解放军正在每一个军事领域进行建设。1月上旬，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负责人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各个作战领域进行建设，从太空、网络到蓝水海军。随着中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中国海军。他还说在自己30多年的服役生涯中，最令他惊讶的是，中国能够从反舰弹道导弹等系统中持续创新，快速地转化为高超音速的武器系统。按照美国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其他的任何国家可以在军事装备领域实现全面的发展。军事工业全方位的发展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财政实力和工业基础的。以海军的装备为例，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海军装备从原来的大舰巨炮迅速地转向电子化、导弹化，进入90年代以后又转向了信息化，进入2000年以后又转向了智能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门类，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建立海军装备的科研生产所需要的全部工业基础。前苏联曾经努力地追赶美国，试图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现在只剩下核潜艇的制造能力还相对的比较完善，水面舰艇的配套工业已经支离破碎。即使在美国阵营内，欧洲、日本同样不具备全面发展海军装备的能力。欧洲要通过多国合作才能够造出一条完整的护卫舰来，而日本的护卫舰、驱逐舰都要从美国引进雷达和导弹武器分系统，才能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韩国的情况类似，因此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话，美国就是唯一能够建立完整的海军装备体系的超级强国。未来海军装备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再仅仅是战舰、导弹和雷达，智能化技术和信息化才是发展的第一重点，包括有人无人体系的配合、大型无人水面舰艇等等。这些装备的研制在传统工业门类之外，又增加了对于信息产业的需求。除了中美之外，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信息产业，但是只能够占据供应链的一小部分。很多欧洲国家甚至是只能够为信息化提供少数的零部件而已。中国的出现和崛起，让这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中国的工业门类甚至比美国还要齐全，从舰艇的动力系统、材料到雷达电子系统、武器系统，以及最先进的海上无人平台作战体系，中国都能够拿出独立自主的产品。加上中国船舶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强大的产能，导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美国提概念，中国出产品。而且中国的型号可能比美国的同类产品服役得更早，这是让美国人非常愤懑的事情除非中国自己发生大规模的动荡或者是停滞，否则美国是无法打断中国海军大规模全面发展进程的。中国的海军装备有关研发单位在努力追赶美国先进水平的同时，还非常的重视自主创新。例如无人海上作战武器，中国能够制造出无人船抹舰、潜航器抹船，已经不止一家船厂了。有些抹舰的吨位已经超过了1万吨。解放军还在尝试把无人机大量部署到2栖舰艇上，这些大吨位的抹舰为长时间的支持无人平台作战，以及研制和使用大型的潜航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美国也非常重视无人潜航器的发展，推出了虎鲸这样的高水平的型号。但是和无人机一样，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拿出数量更多、性能更好的产品，削弱甚至完全抵消了美国相关领域的装备优势和研发优势。美国海军虽然在2023年分配到了326亿美元的造舰经费，另外还有200多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但由于美国的体制机制问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相当低，大笔的钱投下去，能够换来多少实用型号很成问题。过去的10多年，美国海军的装备研发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包括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滨海战斗舰，这全都是失败的作品。福特级航母现在还在努力的打补丁，后续新概念型号研制已经实施了好几年，目前还没有看到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迹象。美国现在就抱怨中国在海军装备领域发起了全面的发展，似乎还有一点早。等到美国新一轮海军装备研发再一次出现问题，
而中国的全面自主创新的成果浮出水面，恐怕美国海军就要更紧张了。好，这句话我们就说到这里。